Ivy。Hello Wendy，还好吗？最近有点累，但是 overall 还好。新工作很兴奋，对，然后在人际关系上有更多的思考。我最近也挺累的，但我的累是，我觉得最近很多事情，因为我要准备搬家，然后我前段时间刚看完很多房子，拿了钥匙，签了新的合约，然后刚赶完一个 deadline， 然后最近也见了很多人，然后有很多可能快到夏天了，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聚会。最近我跟我在香港那个很好的朋友被邀请要去参加一个小小的聚会，然后我本来是想的就是开开心心去聚会玩一玩，然后参加聚会就好了。结果我偶然有一天发现我的好朋友在帮别人定制一份礼物，定制哦，就他自己做设计的那种定制。哇，然后很用心。对，然后我看到我就在想说，哇，你好用心哦。然后第二句我就其实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但我还是说了，我就说那我的呢，就是我认识他很久了，可是我尴尬，我都没有收到过，我应该没有，也不能叫没有啦，我也不能叫没有啦，就只是对，有一阵时间没有了吧，可能。对，我其实问的时候呢，我有在思考这句话会不会给他带来压力，因为就是一种小小的嫉妒的感觉在里面嘛。然后但是我们的确是把对方都当成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我又觉得我不说吧，好像又觉得我根本不在意的感觉，我也不想给对方带来这种不好的感受或什么的，所以我还是问了。但是因为我可能问的比较轻松，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哈哈大笑，然后最后他就答应我说，他先是问我说，你下一次很重要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说40岁，我说不行，我不能等到40岁，有点久。对，我说你等我拆牙套，你就送我一个定制礼物吧。他说好，再2年是吗？我说对，再2年。就开玩笑就过了这样子。但是其实因为跟这个朋友相处的过程，认识他很久了嘛，所以期间我们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轨迹都发生过蛮大的变化，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所以我就联想到我之前跟这个朋友很多东西可能是我单方面的想过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朋友这个东西，因为某种程度上他真的是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只是说我们从来不会 officially 的给对方一个这样子的正式的称谓，正式的名称。但我的确有怀疑过，我可能曾经对他是带来过某些压力的，就可能我对于他的一些情绪支持上的索取可能是比较多的。对，所以呢我其实想要聊一聊关于最好的朋友的定义，或者说这个是荣誉还是压力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们直接跳进去这个 rabbit hole 这个无底洞之前呢，我现在争取多一些讲中文，因为昨天我妈跟我说，我们很多节目里面讲英文，它变成只能听得懂60%。虽然我知道这不是正确的数据啊，但是为了让她可以多听懂一些，我尽量少一些英文。但我大概能体会到阿姨的那个体会，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关键词就是整段话的关键词有的时候会讲英文，所以如果你那个关键词就没有听懂的话，等于是这整段话的重心就有点对。好，所以在我们正式来探索这个称谓之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我们的小时候，无论是幼儿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童年时期小时候有没有过最好的朋友，或者说通常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才会被称为是最好的朋友，都一起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哇，那可太多了。来稍微回忆一下，我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哇哦，因为我妈妈跟她妈妈是好朋友。我也是，我也有这样的。对，然后你知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是那位朋友现在应该定居在澳洲，就是结婚生子了。然后我是一个记不住别人生日的人，就是 as many of you know， 对不起，我不说英文了，就是就很多人知道，就我在节目上已经吐槽过自己，我是一个记不住生日的人，但他真的是除了我自己的生日，除了我爸妈生日以外，他是第3个我记得住生日的人。
因为真的这个记忆从我1-2岁的时候就有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跟他有一个小时候童年记忆，经常一起玩嘛，因为我们妈妈经常在一起，所以经常要么去他家，要么在我家。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曾经躲在衣柜里面看漫画书，就是看那种以前那种就是什么西游记啊，什么什么之类，不是那种儿童那种很小的绘本吗？我觉得你们广东地区的童年可能跟我就是北方地区的童年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对，就我还记得小时候看什么老夫子啊，这个是我到了广东地区之后才开始看的。看广东特产。好的，就是有那种彩色的，就是他画的有点卡通的那种小书，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那种书不应该光明正大的看，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偷偷摸摸的一起看，在哪里偷偷摸一起看，就是在躲在衣柜里。当你们的体型还能够塞进衣柜的时候，两个小朋友，对，就是躲在衣柜里看这种，所以我印象真的那个是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后面就每一个时期，小学有一个，然后初中有一个，然后高中其实到初高中后来就已经不是一个了，就是有一群小仙女，四仙女是四个，好像总是4个好像以前上了中学以后就变成是4个，初中有4个玩得很好，然后高中有4个玩得很好，但这4个很好的朋友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个跟我格外的好，所以好像到长大以后，就总是每一个人生阶段会有一个或一群人，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做很多事情啦，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就用一样的文具，包括以前那种买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包书皮吗？对，就是那个课本包书皮，我们又会买一样的书皮，然后用一样的文具，然后一样的贴纸，然后比如说我们会约好扎什么样的发型，第二天扎什么样的发型去学校之类的。而且高中的4个，对，温妮在摇头，你等我说完我知道温妮有话讲。高中的时候我们4个人嘛，然后我们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交换衣服。就是交换衣服穿，对，就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会但我们体型其实也没有差很多，我是比较矮的那一个啦，对，可能就是说像裤子之类的没有办法交换，但是我们做过就是交换衣服这样子的事情。听上去你小时候是不是比较吸引你当朋友的都是跟你比较相似的人？好问题，是不是？我想一想，如果你衣服风格很不一样的话，你可能不太愿意交换穿吧。我觉得我们对彼此的品味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啦，只能这样说。对，我们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的衣服穿到我身上我 OK 的。我一开始还一起去旅游啊。我一开始还跟你挺共鸣的，因为我人生第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像你一样，我的妈妈跟她的妈妈其实是同事，然后小时候是住在同一个就是家属楼里面，然后我跟她的生日也只差9天。对，就是他的妈妈跟我的妈妈是一起怀孕的那段时间，所以就是因为妈妈们的关系，我们就变得很亲近，然后就是有什么事情都会一起去做啊，就是玩什么过家家啊什么的。对，然后后来等我搬到深圳之后，我第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爸爸的同事的女儿，跟我年纪一样嘛，但是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学校，我们就只是因为父母的关系才认识，可是因为住得很近，一开始所以经常串门啊，一起玩啊什么的。我发现我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比较偏孤僻，就是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对，因为我是转学生嘛，然后所以我比较孤僻，可是因为我成绩又好像还不错，就我觉得我现在才反应过来，我一路都是靠我的才华在吸引别人靠近我一路都是被仰视。对，然后就是这个朋友呢，我们虽然没有一起上学，我们其他认识的人几乎都完全不一样，我们又在不同的学校，所以其实很少能够聊到学校里的事情，很偶尔才会听到说，可能是到高中的时候吧，然后才会有多一些 overlap，就是
重叠的就是认识的人才可以多聊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所以以前的友谊很纯粹，就是一起玩大富翁啊，然后什么熬夜，那时候 QQ 秀刚出来，熬夜玩 QQ 秀啊。我想起绿色头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甚至于就是当时淘宝也才刚出现，我们一起注册了一个淘宝的账号，然后名字呢，用户名呢，就是我的英文名和他当时的英文名连在一起，密码呢，就是我们两个的生日连在一起。对，然后这个应该可以说，因为大家应该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应该猜不出他的生日，因为这个账号是我到现在都还在用的，就从那个时候用到现在的淘宝账号。对，哇，他的生日深深的印在了你的脑海里。真的，虽然偶尔我也还是会忘记，就是我忘记就是生活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一天怎么就突然间来到了呢？这种忘记，但是对，的确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你小时候喜欢拍大头贴吗？喜欢，但我好像没有跟他拍过我刚刚想问，你会跟你的好朋友拍大头贴吗？我觉得我小时候拍大头贴，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去拍，认真。小时候我最 enjoy 的是我一个人去拍的时候，因为其他我跟朋友去拍，就可能跟同学啊、班里面的一些小群体啊去拍，我都觉得我只是为了 fit in 而去拍，我只是为了融入他们而去拍，我并没有一个人去拍那种很享受的感觉。但不是说我不爱他们，只是说我觉得那种在群体里面参与这样子的群体活动，只是一种我的 obligation， 只是一种我的义务，而不是说我真的很喜欢跟他们当朋友。不，就我现在讲好像怪怪的，听上去不是很正，好像有点避斥，但是对，坦白说，就是我更享受可能一个人拍的感觉吧。哇，这个跟我真的很不一样。我拍过非常非常非常多大头贴，而且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拍过。而且我小时候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把跟我最好的朋友拍大头贴放钱包里。好，听上去是很多少女都会做的事情啦。是啊，我钱包里只会放我自己的照片的。Oh my god， 好自恋，你好自恋。我真的是有一种好像觉得他们都配不上我的感觉呢，只是小时候。天哪！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关于小时候好朋友的一个点，就是其实一直以来好像在读大学之前，我身边都有一群人，就是我身边总有一个人，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一群好朋友。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以后，我就慢慢没有了那个就是没有那一群最好的朋友，或是没有那一个最好的朋友。很多时候到了大学，我就开始学习自己一个人，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去饭堂吃饭啊，因为我们选课嘛，你也不可能跟你朋友天天选在一样的课啊，你们专业什么的也不一样。然后其实真正的要说习惯更多的有就是自己花时间跟自己待在一起，应该是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出国了嘛，然后我当下就是刚出国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惊恐，我觉得身边没有一个就是最好的朋友或是一群最好的朋友会给我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就是好像不管我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可能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同学，但是只要我身边有一个人，我好像就觉得在学校里，我好像就觉得我更安全，有人罩着，有陪伴，有人兜着，就是好像对，好像反正至少有人可以跟你说说话，然后你自己比如说你看到有一群同学在那边玩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就是你身边也有一个人啦，那种感觉。所以你刚刚在讲到小时候的一些好朋友，我回忆了一下，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那一个最好的朋友呢？好像是从大学开始。然后刚开始没有那一个或那一群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其实是当时我真的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去适应那种，就是我要开始习惯于我不能把我的安全感
寄托在所谓的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好的对最好的朋友身上了。其实我刚才听你讲你跟你的那一些好朋友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当中想到一个词是，与其说他们是你的好朋友，不如真的就是他们是你的姐妹。因为很多事情你们一起做的事情真的就像是，如果你当然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啦，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姐姐或妹妹的话，的确你们可以做很多，比如说互相换衣服穿啊，扎一样的发型啊，买一样的文具啊，等等等等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我们在家庭里找不到那样子的需求，满足不了那样子的需求，所以就会转移到其他的生活场景里面。然后再加上我们小的时候生活圈子很窄，你就是真的除了上学可能就只有补习班，所以在那个圈子里认识的人，补习班还是我同班同学就会成为跟你的生活轨迹重叠最多的人，然后你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哇，我们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一起完成，然后就很理所当然的把很多情感寄托在对方的身上。我自己，你刚刚说你是大学才开始就是练习说没有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但我自己可能比你更晚一点。虽然前面听下来好像我一早就好像没有这种依赖，但其实我比较可怕的一点是我对这种依赖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是我依然觉得我饱受很多偶像剧的荼毒跟影响，就是我觉得好朋友不是说他要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陪你吃饭陪你干嘛陪你逛街跟你聊你看中的什么男生，但是我觉得好朋友是那种当我心情很糟糕真的就是一个电话我可以找到的人。所以其实这听上去时间分配上他只需要在那通电话的时候出现就好了，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要能接起那通电话其实真的不容易。比如说时差，可能我现在晚上9点我心情很糟糕，人家那边才早上4、5点啊，他要怎么接你的电话，很残忍对不对？或者说可能真的他当下在上班在工作很忙，然后他要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他没有办法暂停来听你讲，然后等他终于下班了可以听你讲了，你又觉得我的情绪已经过了，我现在已经不想要跟你讲了。我经历过蛮多次这样子的落差，然后我就发现某种程度上我是给对方了一个非常高的期待，就基本上是要求对方随时就定位准备好要接我的电话，然后这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然后是我在很多次之后，然后我会想说啊，就比如说我前面讲到最好那个朋友，有一段时间的确是可能他搬离香港1、2年那段时间他不在，然后我就觉得好，我要学习靠我自己在这个地方生活，因为他在的时候真的他帮我找很多资源，然后我要租房啊，我要去哪里干嘛，他都是可以回答我任何的问题。然后当我发现我把这些寄托摆在他身上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会去思考说我其实给他的情绪寄托，我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情绪价值，然后我觉得会去思考说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吗？还是只是我一直一味的在索取而已。对，作为一个就是接过你电话的人啦，就是从我的角度讲哈，因为你不是一个经常会需要pour out 就是把你的就是情绪抒发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当你去台湾前不是你在打包那天晚上我们也聊了一下吗？就是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说当你主动向别人寻求说我需要一个倾诉的一个时间，我有一些情绪想要去抒发的时候，我其实会就是我其实当时就是优先了你的需求对，因为当时有朋友在我家嘛，当然我也没有赶人家走啦但其实我就是你难道一点暗示都没有暗，就是比如说对方的水都喝完你也不帮他加水啊或者什么的？没有我当下其实我收到你的信息之后，我当下有问他，我说你今天晚上几点要回家就你几点要到家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就是对有夫之妇是吧okay. 对你一个已婚女性在外面玩那么晚虽然是在姐妹家也不是很好吧是对，所以我就暗示说老张什么时候下班你什么时候回家然后其实他说的那个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跟你的时间也是他走了以后我就可以跟你聊一下对，所以我其实在我的身边呢，
偶尔啦，会有一些朋友经常出现这种情绪需求，就是经常出现的人，其实我有的时候不会特别优先他们的。对，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太容易去向别人、向朋友寻求这样子帮助的人，所以当你去主动问，那说明这个东西真的很 bother 你。然后 versus 有一些朋友就是隔个3-5天就要崩溃的那一种，我就有的时候我不会那么每一次都满足对方的需求，因为我觉得他要长大。对啊，你经常出现一种崩溃的状态，可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呀。对，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你刚刚在分享你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我默默的想了一下，比如说我作为接到需求的人，我会首先判断一下这个人他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成长阶段。哇哦，就是对啊，因为如果他太经常出现这样的话，那我时间久了我也会觉得，而且通常我也会累。对，而且通常经常找别人去倾诉自己的情绪需求的时候，通常来来去去都是那么1-2件事情。就通常来来去去其实都是卡在同一个点啊，不一定那个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可能都是卡在比如说他的人际关系上，他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他有关。如果我已经说过2-3次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就觉得那你需要一些你自己的空间，自己成长一下。我发现讲到这里后，包括我们节目从我们一开始录制到现在4年多，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期是聊到最好的朋友这个 title 的，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把这个 title 冠以对方，就是我没有觉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也没有觉得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就这个很微妙，就是我们是在逃避什么东西吗？还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给对方一个这样子的称谓？你有什么想法吗？好问题，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想到这个 title， 我会觉得有一点束缚。因为其实好像上了大学之后呢，是我开始学习自己一个人去度过很多的时间。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包括研究生，然后到后面工作，其实我身边一直是有朋友，但是我觉得不同的朋友他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然后他可以跟我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我好像长大以后我的需求，就是我对友谊的需求被分散了。有的朋友他就是很适合跟你聊工作啊，有的朋友他就是很适合跟你聊感情啊，有的朋友他就是很适合陪你，比如说饭搭子就是饭搭子酒搭子，他就是很适合陪你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好像慢慢我的需求被分散了，而小时候通常啦，所有的需求都会寄托在一个人，是的，或是1-2个人身上。我现在想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可怕的，挺危险的。但小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很离谱的需求啦，说句实在话。对啦，主要是小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情感需求，因为小时候生活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对，但是我现在好像长大以后，我就慢慢发现说，首先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他能承接住你的所有的需求。是。然后同时如果把所有的需求也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也有点不公平。我觉得是不对的。对，就是不应该神化或矮化任何一段关系，就正常的看待它。对，就你在所以我现在你先说完吧。对，就是最后就是其实我现在会觉得说，如果我一直没有就是称呼你，然后或者是我也并没有很想要被你这样称呼，我其实现在觉得这个最好的朋友这个东西，他好像小时候被这样称呼挺开心的了，我现在就会觉得这样子，我要是被别人这样称呼的话，我会觉得有种压力耶。你刚刚在好像我就不能再交新的朋友了是的那种感觉。好像你在交新的朋友就有一种在出轨的感觉，就有点在背叛友谊的感觉，背叛对方。对，就好像有种背叛你的感觉，但是明明只是朋友而已。对，就是也不能说只是朋友了，的确是很好的朋友，没有错。对，但是我懂你前面讲到的，的确你很难要求一个人去接住你所有的情绪。说句实在话，就算是亲密关系，就算是你男朋友老公，我觉得都很难。
就是且不说男性跟女性本来在情感认知或者说我们的运作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不可能奢求你的男朋友或老公可以明白你所有的想要表达的需求，就 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结婚之后依然有必要跟他原本的同性朋友出去聚会啊、玩啊、聊天啊，对对对对，所以朋友就是他好像不需要被变成是被一个罪字，然后变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好朋友。在我看来，就如果要我定义一下的话，关系很亲密的朋友，就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如果不这么深入去聊这个名词，只是提到说所谓最好的朋友，我会有几个名字冒出来。那我对这些朋友的定义大概就是说对我很重要的朋友，就是当然就是我不是就是对我的朋友有个分级嘛，就是级别最高的这一些朋友对，然后这些朋友的话我会觉得说不一定我什么事情都要跟你一起做，或者是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可是对我重要的那些经历我还是很希望会让你知道，甚至希望说有机会可以让你参与。可能再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办婚礼，你要邀请谁，然后你的场地有限，你要邀请谁，然后你会首先可以想出来的这些名字对，可能这些就是我现在，或者换句话说，最好的朋友不一定只是一个啊，就是朋友在中文又没有复数或是单数形式，对吧？就朋友们又很奇怪，就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很多个啦，我觉得。我觉得很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关系好的朋友其实可以有很多，而且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点类似吧，因为我们也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然后我在不同城市生活的时候，可能我跟在上一个城市认识的朋友真的会渐行渐远，就是当我们搬家，特别是搬离又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就是会渐行渐远。这个是我觉得首先朋友之间当你们不在一个地方，然后你们的生活处境变得很不一样，渐行渐远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们没有在一个地方联系越来越少，我们就不再亲密。其实我也对我其实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有很多朋友虽然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但是可是我们再次见面再次 catch up 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在乎对方啊，然后关心对方啊，然后那种也可以聊得很深刻。所以我其实现在好像真的长大以后，我并不太会，我好像没有那种期待说最好的朋友就是或是很好的朋友要跟我一起做些什么。小时候不就是会一起做一些什么，一起去旅游啊，放学经常在一起啊，然后一起买一样的东西，一起怎么样。我现在其实没有那种要一起做什么的期待，反而是说如果当我人生当中我的生活有一些起伏，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跟你分享的时候，对方是能够可能理解我的感受吧，可能同理我的感受，然后并且给出一些就是我觉得能够有一些安慰的回应，对我来说就已经蛮难得蛮珍贵的。我甚至都不期待或要求对方同理我的感受，就我完全可以我甚至可以让对方跟我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跟我世界观不一样都 OK，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尊重就是他尊重我的想法，他愿意去听我的想法，而不是像一个不认识我的人，他认识我，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认识是靠时间累积出来的，他可能知道我是如何走到，他愿意去想要理解，他想要知道我是怎么由当初的那个自己走到现在这一步，他想要了解我的过程是怎么样度过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变得很不一样。我觉得成年人的友谊跟小时候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小时候像前面我说，我们的世界可能就是幼儿园或者是上学补习班，所以我们两个好朋友几乎就像是两个完全重叠的圆形一样，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了，有更多的方方面面，朋友跟朋友变成是两个圆中间相交的那个部分，造成我们是朋友，那个部分可能是缘分或什么 whatever， 但就是
相交的部分才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自己是圆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没有重叠的，所以对方是不知道或不认识的，所以我愿意接受那个部分的存在。可是因为我们有相交的部分，而且那个相交的部分可能经历了很长时间，让我们也都可以维系到现在，我会希望说我尊重你跟我有不同，但是我也很愿意去听你讲你如何变得跟我更加的不一样，或是你也愿意听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那个是成年人友谊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吧。你知道我刚刚在听你讲这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中间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说来，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对朋友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呢，还是越来越少了呢？但是我刚刚听你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不是我们对朋友的要求越来越多或少，而是我们成长了，就是我们自己被改变了。就以前可能会更加享受，好像内心有个 list，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 list， 就是这个朋友可以成为我好朋友，一个清单，然后他怎么啊，他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学啦，然后这个人可以做好朋友。但现在我刚刚听你讲完以后，我觉得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自己内心发生了改变，就是我们变得更宽广更包容，我们可以去接受别人作为人嘛，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个部分，我珍惜相交的部分，但是不一样的部分我也愿意去尊重，尝试去理解，但是不苛求。对，这么说下来，我觉得好像是变少了耶，对朋友的需求。好像是我确实是觉得长大以后能够被称作朋友的人是越来越少，就是也越来越珍贵吧。对，就是对朋友的定义没有那么轻易的认为这个人可以是一个朋友。对，我们最近呢打算把节目的时长调整的短一些，就是减轻各方面的压力，也减轻一些收听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一期应该算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听到有人说Ivy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我的感受可能会先打咩不要不要，没有就是我其实现在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有点压力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就是不要说小时候，长大以后也是一样，当你说一个人是最大学对，当你这个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被冠以一个最的时候，它好像就出现了一种排他性，就出现了一种 exclusiveness，但是其实这种排他性在我看来，现在在我看来，它只应该也合理存在于亲密关系之中，就只有我跟我的另一半可以是有这种排他性，但是我觉得朋友不一定要有，而且我觉得也甚至可能不应该要有这种排他性。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自己长大以后，我们的情感需求越来越复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消化很多东西，那有一个人出现，他能够倾听理解你的一部分感情需求，其实我们就应该觉得感恩，而不是说期待这个人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感情需求。对，那你呢？我觉得真的是要看是谁说就是如果在因为我觉得不排除某一天可能艾菲喝大了是吧，然后可能在经历某一些酒后吐真言对他来说很难经历的事情，然后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时期，然后我刚好在他的身边，然后有一天你喝大了，然后你就说Wendy 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那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好啦，是啦，最好了，就是我就 OK。 但如果就是某一个很 random 的人，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我可以 enlighten， 有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聊完一个天，对方就觉得天啊 Wendy 你真是点亮我的生活，就是你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新的角度去看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顿时就没有那么困苦郁闷了，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会觉得你这只是在利用我而已，你不是在认为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还挺清醒，我发现我很清醒 come on 像你这么清醒的人真的现代人不多因为对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经常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啊，就我可能也比较会处理别人的情绪，但是我不觉得他可以把处理情绪这件事情就寄托在我的身上啊，就像我以前可能对别人有过类似的期望一样，所以那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利用，他企图用最好的朋友来锁住我，然后去汲取更多我这样子的价值，这种情况下我是还蛮清醒的。反 PUA 达人呢？你这种在职场上很难被骗了。我在职场 come on， 真的，你不要夸我几句就觉得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没有这么容易。老板根本就画不了饼，拿问题没有办法。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轻松愉快的结束了，然后对，我们的小宇宙呢很快就可以满1万的订阅了。如果大家也是在小宇宙收听的话呢，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然后稍微可以鼓励一下订阅，让我们早日达成这个1万的这个订阅目标。如果你的妈妈还没有收听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介绍给你的妈妈，在妈妈的手机上下载一个小宇宙的 APP， 然后呢就去订阅，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节目啊，连妈妈也荼毒，真的是，但是也可以促进亲子关系，就是不是亲子是跟5岁小女孩的关系，就是母女关系或母子关系可能好一点。对，也可以成为就是 调和或者是增强你们母女交流、母子2代交流的这个契机啊。就是500个听众就有500个妈妈，所以呢，大家加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这个账算得明明白白了，达成这个目标。然后，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收听的话呢，欢迎给我们一个5星的评分，那也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留下你的评论，也可以在 Social Media 上面找到我们，包括有 Instagram、Facebook、微信公众号、小红书还有微博。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拜拜。